大家看过来哈，名扬清油火锅底料双11的活动来了。清油底料平时是从来不做活动的，主要是成本太高，做活动的话根本不划算。平时如果你喜欢煮玉切、炒麻辣香锅、吃沙块、龙虾、螺丝、肥肠这些，你只需要放一点点这个香料，香味和口感就会提升很多。炒菜、烧菜都可以用。吃火锅的话，直接加水烧开，就跟火锅店的味道是一模一样的。超市头一包整治238克的清油火锅底料是卖17块钱。我们双11活动3包238克的清油底料，外加1包麻辣香锅调料，4包只要39块8，真的太划算了。天气冷了，起火锅、烧菜必备的香料。看到的朋友一定要去囤一份啊！39块8，总共到手这么多。在四川有一种文化叫做豆花文化。豆花呢，在川渝一直都特别的受欢迎，其吃法也是多样化的。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荤豆花。先来切配菜，我这个是黑桃肉。荤豆花的配菜一般就是自己喜欢吃什么就放什么，它没有讲究，和火锅一样的。再来一点平菇，先给它这一下。再来一个莲藕，切薄片。接下来这个就是荤豆花的灵魂，泡菜和泡姜。荤豆花的主要食材还是这个豆花，豆花直接买现成的就可以。如果自己再用磨子去推的话，实在太麻烦了。我这一锅是3块钱的豆花。豆花好不好吃，蘸水也很重要。蒜末和葱花，香菜，一丁点醋，豆油。今天我们就来打一个四川比较经典的红油蘸水，白糖、鸡精、香油、藤椒油、香辣红油。上桌吃的时候给它和转就可以了。先来把汤料给炒起，纯正的菜籽油，先下泡菜和泡姜，再来2节葱，下黑桃肉。一般荤豆花还可以配一点酥肉啊、丸子啊这些，再把平菇也放下去。加入高汤，没有高汤的朋友直接加开水就可以了。调味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烧开过后熬煮5分钟。豆花上再放一点豆芽、牛皮儿，熬好的汤倒过来，再一起煮过3分钟左右，就可以上桌开吃了。起锅前丢几片火腿肠、番茄，还可以放点青菜，增加一个绿色，好看一点。甩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上桌开吃。咱们今天的酸菜荤豆花就做好了，蒸制煮出来的豆花是又嫩又烫，搭配上蘸水吃，那叫一个美滋滋。还有各种各样的配菜，像吃火锅一样的有荤有素，巴适的板，安逸的很。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锅了。吃豆花，豆花平菇。我更喜欢吃平菇。豆花呢？豆花在下面，从旁边这样子轻轻的往上面一敷就是豆花，看到没有？还有这个黑桃肉，这是黑桃肉啊？我以为是那个牛肉啊。精品黑桃肉，本来我是留起来凉拌的，现在把它煮到荤豆花里面吃更安逸。好烫，不是辣。豆花里面扒了汤，八宝汤，还有泡姜啊。泡菜泡姜是荤豆花的标配。那天中午我们在外面去点了一份，30块35个。比这个是差远了。3个人点了份荤豆花，点了个腐皮海椒，简直没法吃。不好吃，真的不好吃。自己30多块钱在家里面煮一锅，真的是不知道多少。像我这一锅成本都才多少钱？20多块钱。你没有去吃？以前是每次做完产检，然后中午回来很饿嘛，有时候12点多钟就跑到那里去点2个菜吃。这样多好。把整块豆腐丢进滚烫的油锅里，这操作不得不佩服，真的是牛。边煎的时候就边用炒勺和锅腿按成一块一块的，先用中火给它煎至8面金黄。你们看这个小朋友是怎么坐车子的？将就煎豆腐的油下一点猪肉，
小火炒香下姜葱蒜豆豉，2年陈酿红油老豆瓣儿。今天我们用的这一款豆瓣呢，它是一个高品质的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儿，既有红油豆瓣儿的颜色，然后又有老豆瓣儿的酱香味，特别的适合家庭使用。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还是一个绿色食品，没有添加食品添加剂，没有添加防腐剂，也没有添加味精，更没有添加色素，炒出来菜吃起来健康放心。同时它还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地理标识产品，郫县30多年的老品牌，炒菜是颜色又红，味道又香。喜欢的朋友可以去告一下哈，拍2瓶的话会更加的划算。相比市场上面的普通红油豆瓣，它的价格会贵几块钱，但是品质和健康真的是要提高很多很多。一炒颜色就立马的红亮，还特别的香呢。花雕酒，加水，白糖，鸡精，豆油，下豆腐，小火慢炖5分钟，好入味。烧好下入蒜苗，水淀粉挂薄芡，藤椒油，关火出锅。亮汁亮油，看起来就巴适。四川人百吃不腻的家常豆腐就做好了，外香内嫩，滋滋入味，口口都是香和下饭。喜欢的朋友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去告一行，不喜欢的免费看完撒锅了。炖猪脚杆一定不能直接下锅炖，四川人在炖之前都会这样子处理一下，炖出来的猪脚汤鲜味美，没有任何的腥异味，太好吃了。首先猪脚杆半只，买的时候年轻的老板娘已经帮忙烧好了，咱们拿回来刮洗一下就可以。喜欢吃瘦一点的就选前脚，喜欢吃这种皮多一点的就选后脚。怎样区分前后脚哈？给大家讲一下。后脚的话，这里有一个弯弯，看到没有？有一个拐拐。然后前脚的话，它就是直的，从这里面就也能看出来，有一个拐拐。现在宰成大小均匀块。冷水下锅加姜葱、花雕酒，先焯水去除它的血沫，焯开脾去浮沫，再煮3分钟后捞出来冲洗干净避孕。炖蹄花汤呢，一定不能直接炖啊！如果直接炖的话，有可能炖出来会有一个臭猪毛的味道。稍微来一丁点的油，先把它煸炒一下再来炖，吃起来不仅仅不油腻，也不会有任何的腥异味。一定要稍微多煸炒一会儿，丢几片姜葱，加清水，炒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油，丢2捆干花椒，投一点胡椒粉，再给它转入高压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上气过后用小火先压5分钟。配菜呢，准备了一点这个血豆，它的名字呢又叫大白豆，也叫芸豆，我已经提前给它泡发了6个小时。5分钟过后揭开盖子，把血豆放进去一起炖，先给它来一点底盐。炖蹄花肯定是要炖的嘛，这后面半程的话我们就不用高压锅压了。先把葱拈出来不要，不然煮到里面全部都要烂掉。烧开过后稍微把这些油打掉，不然会有点油腻。盖子盖上，再炖40分钟就行了，不是压是炖哈。来几口蒜末，再来点葱花，生抽酱油。四川的蹄花好不好吃，这个蘸水也很关键哈。毛油，一丁点汤，藤椒油，香油，四川特色的香辣红油。这个蘸水呢叫红油蘸水。吃蹄花的时候也可以打豆瓣蘸水和宣椒蘸水。血豆的时间也炖来差不多了，起锅前来上几捆鸡精，给整个汤提一个鲜味。成都的老妈蹄花一般是炖的那个捆的，就是猪手，然后炖得很趴很烂。那一种呢，我个人觉得哈，它没有什么口感的那个猪脚杆，我就喜欢炖来火候比较合适，猪脚杆啃起来呢也有一定的口感，并且这样子吃起来它不会油腻哈。尝了一下，真的可以说是汤鲜入美，只要关火出锅就行了，真的是看起来就食欲满满。最后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血豆炖蹄花就做好了，真正炖出来的蹄花是趴落入味，一点都不油腻，血豆吃起来粉粉烂烂的，汤汁也特别的鲜美好喝，整道菜超级的简单，新手都能够轻松的学会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
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，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撒过了。我们家这个小熊也开始吃今天的蹄花了，它一直在那里吵，早就等不及了要吃。好吃吗？好吃点点头，不好吃摇摇头。不好吃啊？好不好吃？不好吃啊？不好吃不要了哈。慢吃慢一点啊，要嚼，细嚼慢咽。对。这个小朋友的话就喜欢蘸水蘸一下，不蘸更好吃。其实吃原汁原味。这一碗的话，满满的都是蹄花，哎呦！我刚刚想啃一个蹄花，他就拖我。你这里不是有吃的吗？你用手着吃嘛，是吧？今年要这样子条转之后再来蘸，知不知道？好不好吃嘛？爸爸做的菜好不好吃？好吃举手，好吃好吃。点点头，好吃的，特别特别的好吃。我们举手，我们在这里。炖老鸭汤一定不能乱炖，按照这套正确的做法来炖出来，汤鲜入烂，超级好吃，没有任何的腥异味。首先准备一只结婚1年以上的土鸭子，鸭子先宰成大小均匀的条，冷水下锅，先焯一水，加姜葱、花雕酒，打去浮沫后捞出来避孕，另起锅来一点点油，下鸭子，先用大火快速的煸炒，姜葱，加水。今天炖老鸭汤，我们就用的这个毛锅老鸭汤的炖料，它炖出来的汤可以说是汤鲜入烂，超级的好吃。毛锅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，线下超市里面也经常看到。然后它呢也是一个重庆的知名农产品品牌，去线下买一包这样子的，基本上是要5、6块钱，特别的贵哈。咱们现在正在搞活动，像我手里拿的这样子3包只要9块9，还包邮，真的是特别的划算。每一包都可以炖个3斤多的汤，吃起来也是美滋滋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的链接直接去购买就行。它不仅仅可以炖老鸭汤，炖蹄花、炖猪肚、炖排骨、炖鸡肉等等都好吃。来上一包毛锅老鸭汤的炖料，转入砂锅里面，小火慢炖1个小时。1个小时后揭开盖子，汤鲜入烂，看起来就很巴适了。再下入一点海带。海带炖过15分钟，整道菜就可以美滋滋的开始吃了。鸭子肉的话，越啃越香，汤喝起来也巴适过瘾。不需要任何的调味，只需要一包老鸭汤料，你也能够做出地道的重庆酸萝卜老鸭汤。小朋友啃这个鸭子都啃得有滋有味的，它主要就是拿这个鸭子骨头聚一个鲜味。这种蔬菜吃了几十年，一直没有搞清楚它的学名叫什么。我们这里喊的是茶豆，但是有的地方呢有喊峨米豆、峨眉豆之类的。但是我到网上查了一下，都不是它的学名。今天我们就来吃一个农家特色菜——秋海椒炒茶豆，一起放水里面清洗干净。有没有知道这个茶豆的学名是什么的？咱们可以一起评论区来探讨一下嘛。清洗干净后，来把筋给它撕一下，不然炒出来很老，和牛草一样的。再来切成细丝，没有什么讲究，这样俩着切就行。秋海椒的话，本来就是这种小棍小棍的，用刀给它配一下，再额外的来一点姜葱蒜，切碎就行。再来几块成都太和豆豉，锅里面什么都不用放，先把海椒放进去。用小火慢慢的煸炒，边炒的时候边用勺子这样子按，辣椒稍微炒烟过后，把茶豆也放进去一起炒一下，同时来上一点点盐，稍有煸炒，先倒出来避孕，另起锅来上一点纯菜籽油，先下姜葱蒜和豆豉，炒出香味来，再下入茶豆跟秋海椒。继续的用大火翻炒均匀，来一丁点糖、鸡精、毛油，继续的用大火炒转，稍微来一点点酱油，增味提鲜的。这样炒出来的话是既好看又好吃。炒3分钟过后，烹一点锅边醋，再次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。真正的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哈。虽然说是素菜，但是吃起来美滋滋。
咱们今天的秋海椒炒茶豆就做好了，榛子炒出来哈，和腐皮海椒的味道差不多的，茶豆脆爽中带着一点辣椒的香，每一口都是滋滋下饭。做法超级简单，很经典的一个农家做法，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走，有时间的时候是走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就免费看完撒锅了。小朋友一个人都玩得起劲，在这里玩他的这个车子。哦，哎呀，你吃饭不是吃碗，知道吗？你就这样子把碗扣到脸上吃吗？他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味型炒的，好好吃这个。就是腐皮海椒味的嘛。反正吃两碗，多吃两碗，太好吃了。哎呀，让妈妈给你搞点豆腐。你吃了一个蛋了的嘛，还要吃？这茶豆吃起是种感觉粗糙糙的个，没狗耳朵好吃。好吃，这个味型真的好吃。狗耳朵贵，狗耳朵很便宜。好吃不？给爸爸点个赞，点赞。茶豆的米米好吃，给爸爸点个赞。这个海椒秋海椒有点辣。给爸爸鼓个掌，鼓掌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鼓掌。对，这家伙刚刚给他喂了一个蒸蛋，已经吃了。还没看到这个茶子还可以这样子煮的，好好吃啊！我觉得。多辣这个海椒？我觉得吃的不辣吧？蛮啥辣吧？辣啊！这秋海椒辣。好好吃。秋海椒好吃，秋茄子就不好吃了。秋天的茄子全是籽，第二个是炸不趴。很好吃，太符合我的口味了。如果你屋头还买豆豉，先不要着急去买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太和豆豉双11的活动。成都太和豆豉也是百年老品牌，品牌创始于清朝。这款豆豉它的酱香味特别浓郁，我们平时炒麻婆豆腐、蒸排骨、蒸鱼、盐煎肉、煮回锅肉、做各种酱料的时候都用得到。可以说是厨房必备的一个香料。平时像榛子的5包豆豉的话是卖19.9块，双11活动5包到手只要9块9，并且还包邮，真的是特别的划算哈！看到的朋友一定要去囤一份。这个是炒菜的香料哈，不是喊你拿起水的。羊肉汤大家肯定都吃过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来做一道假羊肉汤，你就不一定吃过了。真正的可以以假乱真的假羊肉汤。做假羊肉，我们用的是这个黑桃肉。先用刀背给它敲断，冷水下锅，先给它焯一下水，姜葱、花雕酒，焯开过后打去浮沫，再煮10分钟，捞出来冲洗干净即可。清洗干净过后下锅，先给它煮熟，姜葱、干花椒，盖上盖子，用小火先煮40分钟。这个黑桃肉煮来差不多了，先露出来稍微晾凉。猪头稍有冷却后，来把它取掉，一定不能让它冷透哈，冷透过后就取不掉了。一共剔了这样子的半盆盆肉下来，搁到一边自然冷却就行了。剩下的骨头继续丢回去熬起。这时候来切上2个萝卜，稍微厚一点的片，大约的话就是7、8毫米。黑桃肉稍有冷却后，来切一下。稍微切的大块一点，因为这个煮汤的不像凉拌的。黑桃肉它切出来看起来和羊肉是差不多的哈，就是它没有羊肉的那个膻味，所以我们才会把它叫做假羊肉汤。用简阳羊肉汤的烧法来烧哈，稍微来一点点猪油，把黑桃肉给它炒一下，下黑桃肉，大火快速的煸炒一下，丢一点姜葱。下煮黑桃肉的原汤，烧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油，再来把萝卜倒进去，来一勺盐，一点点胡椒，再来点鸡精，一起煮个10来分钟，把萝卜煮趴，煮入味。羊肉汤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蘸水，蒜末、葱花、香菜、糖、蒸鱼豉油、生抽酱油、
毛毛醋、毛油、藤椒油、香油，四川特色的香辣红油。这个就是传统的川味红油蘸水，也可以打豆瓣蘸水、宣椒蘸水等等都行。汤已经煮来差不多了，看起来跟羊肉汤是一模一样的哈，吃起来味道也鲜得不得了。这样关火出锅，准备个大点的加色，最后中间撒上一点香菜和葱花，就可以上桌开吃了。咱们今天的假羊肉汤就做好了，真子做出来一样的是汤鲜入烂，味道也超级的好吃，搭配上四川的蘸水，真叫一个百吃不腻，美滋滋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就免费看完撒够了。这个小朋友也要吃一点我们的核桃肉汤。每顿饭吃饭现在要给他吃一点，不然他要很气的闹。来，爸爸，好吃。点点头，好吃。萝卜、核桃肉这些都好吃。蘸下蘸水。这里炒了个莴笋丁，快吃虾肉，刘浩宇。特意留着你回来吃的，知道吗？我呀，肯定吃很多东西，是不是？啊？去吃了什么东西吗？没有。来，爸爸一口，熊儿一口。这个萝卜好吃啊！把脸都装到碗里面去了，这个小家伙。还要喝这个汤。上一次国庆节我们在重庆吃了凉山鸡哈，很多朋友都问凉山鸡怎么做的，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刘凯版本的凉山鸡。1年左右的鸡是最好的。全干净过后，用喷火枪把绒毛漂一下，打整干净后，先来宰半只。做凉山鸡这几样东西一定不能少，少了的话香味就不足。第一个是当归，第二个是党参，第三个就是我提前泡好的沙参。因为这个菜的味型哈，它就是一个火锅药膳味，额外加一点香料，干花椒、八卦、大料、香叶、桂皮、白芷、白蔻、姜葱。家里面停气好几天的哈，用猛火炉干，纯菜籽油。因为这个土鸡是新鲜处理的，所以就不需要焯水，直接煸炒就行。动过的就要焯水。大火快速的煸炒。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锅里面尽量不要着火了，不然吃起来胖烟臭的。一定要稍微多煸炒一会儿，香味才够。表皮炒至微微的发黄，把香料全部倒进去，一起给它煸炒一下。这样它就可以先倒出来，扣到一边了。另起锅来一点油，先下姜葱蒜，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，名扬火锅底料。因为这道菜呢，它是一个火锅药膳味嘛，所以底料的话会要的稍微多一点，差不多有80-90克。加水，烧开过后转小火熬煮个10来分钟。凉山鸡好不好吃有2个关键的因素，第一个就是鸡肉的品质好不好，第二个就是底料好不好。今天呢，我就是用的这一款450克的名扬火锅底料。大家都知道哈，名扬底料平时咱们烧菜、炒菜、煮鱼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必备的，做出来整道菜的香味、口感、档次，方方面面都会提升很多。我知道像这样子一包450克的底料，你去超市里面买肯定是要30多块钱，但是现在咱们给大家搞一个活动哈，像我手里面的这样子3包450克的大方砖，有微辣和特辣可以组合选择，只要59.8块，并且还包邮，真的是超级的划算，一包比超市至少要便宜10多块钱。喜欢的朋友直接点视频下方的链接去购买就行了，用来烧凉山鸡这些方方面面都巴适的很。如果你是用它来吃火锅的话，直接加水烧开就可以了，味道可以说是和火锅店一模一样的，超级的好吃。汤汁熬好过后，老规矩，用一个漏勺把渣子过滤一下，倒入高压锅里面，来一点花雕酒，盖上盖子，用小火先压8分钟。凉山鸡的配菜一定是这个芋儿，来切成大小均匀的坨坨。鸡肉时间压够，揭开盖子，
这个颜色红亮亮的，看起来就很巴适哈。先把里面的姜、葱这些捏出来不要，下入芋儿，调味一点糖、胡椒、毛油，给它和转的。上气过后再压1分钟就可以了。芋儿的火候已经到位，调上几捆鸡精，和转的，基本上就可以出锅装盘了。甩一点葱花，再来一点香菜，不用额外再呛油了。吃完之后还可以涮菜。咱们今天的江福凉山鸡就做好了，不用去重庆，在家也能够吃到地道的凉山鸡。整道菜的味型的话是麻辣带着药膳味，口口都是香，鸡肉啃起来也是过瘾，芋儿粉糯入味。喜欢吃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就免费看完撒过来。你知道这个什么菜吗？鸡。我还知道叫什么鸡，知道吗？芋儿烧鸡。重庆吃的凉山鸡。看来你没印象了。绝对味道比那个店里面这个好。他店里面那个差一点什么意思知不知道？就是他那个鸡差点意思，那个鸡最多养的就是半年。而这个就是正经的。这还有萝卜，还有花菜。我想着等你回来再杀这个鸡吃。等谁啊？等刘和宇轩，要不然我早就把这个鸡煮来吃了。为什么总感觉自己在家煮的火锅差那么一丁点儿意思，老是煮不出火锅店的味道来？今天就把火锅店不外传的方法分享给大家，让你在家也能够轻松吃到和火锅店一模一样的火锅。打锅底，首先火锅底料一定要选择明阳的这种大方砖底料，它煮出来才是和火锅店一模一样的味道。一块的话够5到6个人吃。来一点姜葱，2瓢四川醪汁儿，没有的就算了。1包料加4到5斤水，这样子一个火锅汤底就打好了，是不是超级的简单？其实只要选对了火锅底料，加水烧开就可以涮菜。今天吃火锅我就用的这一款明阳的450克大方砖，它吃火锅哈，只要加水烧开过后就能够煮出火锅店一模一样的味道。最主要的，它是一个手工全能型的底料，就是说厨房的一个万能调料。平时你烧菜、煮鱼，或者是做一些炒菜的时候，只需要切上那么一丁点儿进去，烧出来的菜颜色更加的好看，香味也会提升很多哈。很多朋友呢都喜欢吃这个明阳的味道。现在咱们也正在给大家搞活动哈，真的是特别的划算。平时你去超市里面买上1包这样子的450克大方砖，肯定是要30多块钱的。如果买3包，那么就要100来块钱。咱们搞活动的话，3包450克大方砖，并且有微辣和特辣可以组合选择，只要59.8块，并且还包邮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的链接直接去购买，相当于1包20块钱都不到，真的很划算。天气越来越凉快，也是火锅底料销售的旺季。活动结束过后，我们就恢复原价90块钱3包。今天吃黄辣丁火锅，先倒出来洗一下，还准备了一点裙带菜、牛皮豆干、平菇，反正自己喜欢吃什么，咱们就煮什么。点火先烧开，火锅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。葱花、香菜、毛油、火锅香油，先煮鱼。太好吃了。喜欢吃特辣的就用特辣底料煮，喜欢吃微辣的就用微辣底料煮。四川人吃火锅都喜欢配香油碟，我们在北京的时候他们喜欢配什么你们知道吗？麻酱。对，北京喜欢配那个芝麻酱。哎呀哎，清口水直咽呐。经常都在吃，但是还是想吃。一定要吸哈，不吸有点辣热。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要配一个香油碟？可以缓解辣味，第2个吃了不上火，第3个可以降燥，知道吗？对。美蛙火锅近几年火爆全国，今天教你在家轻松做。4个还没有熟过朋友的牛蛙，先喊年轻老板娘把它打整干净，从中间1分为2，姜葱，伤口上撒盐，花雕酒，再准备几个自己喜欢吃的蔬菜，
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一步，打火锅汤底。238克的名扬清油火锅底料来上一包，泡椒、泡姜、泡萝卜，四川醪糟2瓢羹，再加3斤水，烧开过后就可以煮菜了。今天我就用这一款名扬238克的清油底料，起火锅的话直接加水，烧开就可以涮菜。平时煮鱼、煮客门、烧鱼腿、烧黄鳝，放滴点香味就会提升很多。清油底料大家晓得，平时都是不做活动的，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，做活动的话厂家不划算。现在双11期间给大家做活动哈，像我手里面这样子清油底料3包，外加1包这个麻辣香锅调料，总共到手的话是4包，只要39块8，特别的划算。喜欢吃名扬火锅底料的，喜欢吃清油的，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直接去购买就是。烧开过后，先煮梅蛙、蘑菇。煮2-3分钟过后，把所有的配菜放进去煮熟上桌吃。梅蛙已经煮熟了，在火锅店里头吃的话，一般都是先把蛙吃完了过后再煮素菜。我在屋头吃就一步到位，全部一起煮熟。好香哦！这一个加底料才30多块钱，吃起来才安逸哦。在外头去吃的话，起码要180块钱喽。各位，小朋友不能吃有辣椒的哈。鸡肉感不要只会卤着吃了，在四川吃法有很多。今天我们来吃一个特色的魔芋烧鸡肉感。第一步，先来给鸡肉感做一个美甲，鸡肉感再来宰成小块小块的。冷水下锅，先焯一水，丢一点姜葱、花雕酒，焯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沫，再煮3分钟，捞出来冲洗干净避孕。顾名思义，配菜的话肯定就是魔芋了，来切成小一点的条。泡椒和泡姜切一下后来宰碎，再来一点姜葱蒜末。青红2荆条稍微来上一点，主要是增加颜色的，切成壳块。锅里来一点纯正的菜籽油，先下姜葱蒜和泡椒、泡姜、干花椒，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，下鸡肉感，再来一丁点糖色。没有糖色的朋友可以放点老抽、花雕酒，下魔芋。水，调味一点糖、鸡精、胡椒粉、毛油、豆油，转中小火烧15分钟，把鸡肉烧趴，魔芋烧入味就行。鸡肉感的时间烧得差不多了，再来点青红椒，活段的就可以关火出锅，稍微来点藤椒油提味，真正的是色香味俱全哈。咱们今天的魔芋烧鸡肉感就做好了，榛子烧出来的鸡肉感是趴落入味，魔芋 QQ 弹弹也是滋滋入味的。整道菜的味型就是川味家常味，好看、好吃，并且下饭。方法简单、实用、靠谱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下。不喜欢的免费看完，撒锅了。今天中午吃鸡脚，你要不要啃？天气越来越凉快了，这个小朋友越穿越厚了，走起路来都没有以前方便了。每天都是调皮捣蛋的。啃鸡爪喽，团团。他就在这里玩饭。他自己。我已经偷偷的啃了一个了，味道不错，有点微辣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现在鸡爪好吃是好吃，就是贵了一点。超松弛了。这个小家伙吃饱了，现在就是玩。玩呢，玩饭。还有肉末的。哪有肉末？姜蒜末。姜蒜末，我以为姜蒜末，我以为是肉末。泡姜末。好吃。这边还炒了一个清淡的牛肉。老干妈牛肉酱，很多人都喜欢拿来下饭。但是买的瓶装的牛肉很少，
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在家怎么制作牛肉酱。首先，新鲜牛肉选一块，尽量选择筋膜少一点的部位。香料来一点八卦、大料、白蔻、香叶、桂皮、去籽草果、白芷、老姜、葱节、干花椒。锅内来点油，先炒香料。做牛肉酱第一步就是要先把牛肉卤制一下，让它入味和成熟。炒香后再来上一点干辣椒。炒至表皮开始微微的浮，加水，烧开过后把牛肉放进去，盐、鸡精、糖、酱油、胡椒粉，转最小火，盖上盖子，先卤1个小时。这时候来切一点姜、葱、蒜，再来点洋葱，再来准备上1包太活豆豉，先叶散叶散的。太活豆豉不仅仅咱们炒牛肉酱要用到，平时炒回锅肉、盐煎肉、麻婆豆腐、做烧北等等都要用到哈。这个太活豆豉呢，它是一个100年的老品牌了，始于清朝的道光年间。四川的朋友应该都知道，它就算是豆豉中的爱马仕了，炒菜豉香味特别的浓郁。现在呢，也正在给大家搞活动哈，非常的划算。像我手里拿的这样子5包，每1包是100克，只要9.9块，并且还包邮。平时要用到豆豉的朋友，点视频下方的链接直接去购买就行了。这个的话也算得上厨房必备的一个调料，因为回锅肉嘛，家家户户都要吃，肯定就要放的。我们家小熊先生又来检查工作了，看看今天中午吃的什么。锅里面卤的是牛肉，吃牛肉酱。可以吗？点点头。哦。牛肉的时间卤来差不多了，揭开盖子，先夹出来晾凉。牛肉一定不能卤得太趴了哈，太趴等一会儿一炒就是碎的、烂的，不成形。第二点就是刚才我不是放了很多辣椒一起煮吗？这个辣椒全部夹出来还要的。煮过的辣椒放到菜本上面，用刀给它炸碎。这一步呢就叫做制作糍粑海椒。牛肉稍有冷却后来切一下，小块块。咱们家的这个牛肉酱是真牛肉。这么多，锅内下纯菜籽油，炒各种各样的酱料哈，一定要菜籽油，它炒出来香味才够。先下姜、葱、蒜、洋葱，拉油，中小火把香味全炸出来。炸香过后漏勺漏出来不要。下牛肉粒，小火先燃香，紧接着是太活豆豉。一般炒各种酱料都会放点豆豉在里面，吃起来口感会更好。再来下入糍粑海椒。炒糍粑海椒一定要用大火，才能够快速的把它水汽炒掉，炒出来不会是那种浮起的。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还要来1勺。喜欢吃香菇或者是竹笋的哈，还可以用一点干香菇和竹笋煮熟过后，给它放进去一起炒香，稍微炒久一会儿，才能把它们的香味全炒出来。调味的话，来上1勺糖，一点点鸡精，盐基本上就不用放了，因为牛肉有盐有味。第二个豆瓣也是有含味的，豆豉也有含味。慢慢的炒至这个油开始变清亮，咱们的牛肉酱就算炒好了哈，让它关火出锅就行，香得不得了哦。这样子炒出来的牛肉酱哈，无论你是用来拌饭也好，或者是用来拌面也好，或者是就这样吃起水也好，都非常的巴适，每一口下去都是牛肉和豆豉的香味。喜欢吃牛肉酱的朋友可以收藏住啊，满满的都是大粒牛肉，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告一下。不喜欢吃的吗？就只有免费看完撒够了。我来帮你们尝一下，看味道到底怎么样哈。特别的香。如果是早晨下面的时候，来上2条这个臊子的话，真叫美滋滋。其实今天的这个牛肉酱呢，还是有点小的失败，就是这个糍粑海椒被我宰得太细了，太细了之后炒出来它就感觉有点那种浮起的，不是那么好看。粗一点的话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海椒皮好看一点啊。味道上面是没有什么影响的，多的咱们就不说了哈，反正喜欢的你就自己去告。我是小念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
来，搞快搞快！喜欢吃地道川味的朋友们听好了哈，我们的民谣火锅底料双11活动就正式开始了。大家都晓得，我以前卖的是400克款的，这次双11活动我给大家升级到450克款，并且有特辣和微辣可以组合选择。我晓得整整的一包去超市买至少要30多块钱，3包的话就要100来块。今天双11活动，我们3包450克大方砖，只要59块8还包邮。一包的话20块钱都不到，真的太划算了。看到的朋友一定要囤一份，天气冷了吃火锅安逸得很。这个民谣火锅底料看我视频的都晓得，平时做菜一直在用的哈。起火锅也超级简单，只需要加个4到5斤水，烧开过后就可以涮菜呀，味道跟火锅店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其实民谣平时用的最多的还是拿来煮鱼、烧菜、炒菜。放上一滴点的话，味道和口感就会提升很多，可以说是厨房必备的一个万能调料。炒牛肉一定不能乱炒，教你一个正确的做法，炒出来是嫩滑鲜美，滋滋入味，超级的好吃下饭。首先牛肉一定要鲜，我这一块的话是腱子上面的肉，先来给它切成丝，挑身把它冻了一下，切丝的话就会和切萝卜一样，非常简单。码整齐过后来切成丝。今天的配菜我们准备的这个高笋，特别的新鲜，刚刚才搬起来的，清洗干净后来把它切成丝。再来一点青椒切成丝，泡2金条来宰2个，这样2者切出来叫马耳朵。再来一点姜葱蒜口口，干的青红花椒口口。牛肉解冻后码味一点盐、胡椒、毛油、花雕酒，先下手给它抓转的。再来一点水淀粉，如果牛肉多的话，可以放一点蛋清。这个样子牛肉就算码好了。来一丁点的油封姜。今天中午我们吃牛肉，小熊先生也是吃的牛肉，挑身给他留了一点。这我都快吃好了，看。他只要一吃东西他就想睡觉，不吃东西他就活跃的不得了。本来也就到了睡觉的时间了。牛肉、山药，给大家打个招呼呗。Hello。他还真的手自己在动，我说打招呼。哦，这2个妹妹在哪看？不管你是炒牛肉、炒猪肉还是煎鱼，第一步肯定就是要治锅的。看你爸爸治锅了，怎么治锅的？如果不治锅的话，炒出来扒的满锅都是。还是吃好了睡觉。吃好了精神就好的不得了嘞。把锅治好，先下牛肉丝，快速的滑散。今天的话，咱们就一锅成菜了哈。其实一锅成菜的话，要火大，炒出来效果才好。紧接着下入这一碗配料，炒香出味，下高笋和青椒，大火翻炒均匀。盐、糖、鸡精，这个样子炒出来牛肉丝哈，看起来就特别的清爽。一丁点锅边醋，提鲜增味的。高笋炒至断生，关火出锅就行了。咱们今天的高笋牛肉丝就做好了，真正炒出来的牛肉特别的嫩滑，高笋脆爽，川味的寒暄味，很适合下饭。这种方法呢，还可以炒其他很多肉丝、肉片系列的菜。喜欢的朋友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自己去告就可以了。一个鸡肉感，一个牛肉丝。来，我们宝宝也吃点这个，吃点这个爸爸炒的牛肉丝。这个好吃好嫩哦。这脚板好嫩哦。差点牛肉都吃完了呀。看几片牛肉啊？你加猕猴儿了吗？啊，还加了1小块那个猕猴桃。山药。这牛肉炒的巴适噻。没有脱浆，就是炒出来不是浮起的，是亮汁亮油的。其实跟那个牛肉的品质很大的关系，嘎。对。好吃吧，爸爸炒的？好吃啊！妈妈弄的好不好吃啊？妈妈弄的有盐有味的，没盐没味的，好不好吃？不好吃。妈妈弄的好吃吗？好吃嘎。爸爸弄的好不好吃？也好吃嘎。做辣椒油，10个人有9个人都做不好，不是练服了，就是没有香味，总是感觉做出来差那么一丁点意思。今天就把饭店不外传的香辣红油做法分享给大家。
红油香不香？首先第一个关键就是辣椒粉一定要好，第二个关键就是菜籽油一定要用纯正的菜籽油做出来才香。再来准备上一点姜、葱、蒜和洋葱，用来拉油。香料来一点八卦、大料、香叶、桂皮、去籽的草果、白芷、白蔻，加点水先给它泡起。起锅烧油。先用大火把菜籽油给它炼熟，趁烧油的这个时候，给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海椒面，它呢是由5种高品质的辣椒先炒过之后，再来除去部分的辣椒籽，最后再来中碎的。这5种辣椒就是二荆条、子弹头、灯笼椒、秋北椒、石柱红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特香。辣度的话有微辣、中辣和高辣3种可以选择。这个辣椒面是做红油的专用辣椒面，也可以做油泼辣子、熟油海椒等等。平时咱们炒菜的时候放上一点，也可以提色增香。还有就是做水煮肉片、水煮鱼淋油的时候，就用这个辣椒面一淋上去，香味立马就是出来了。它的粗细程度呢是一个中粗，然后做的红油颜色红，味道香，方方面面都非常的不错。平时喜欢吃四川香辣红油，需要同款高品质辣椒面的朋友，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直接购买。先倒一半的辣椒面，菜籽油炼熟，把姜、葱、蒜、洋葱放下去。用小火先慢慢的沁炸，把它们的香味炸到油里面来。全部炸干香过后，先给它漏出来不要，再来把香料倒进去，用最小火慢慢的给它沁炸。全部都炸干香过后，用漏勺把它漏出来不要。油温升至70%热，再准备一点芝麻给它炸一下，一定要用高油温这样子给它浇上去。不要全部倒到油里面炸哈，全部倒进去的话，等一会儿不好漏出来。全部炸至这样子饱满金黄就可以了。倒出来先晾凉。锅内油温现在是70%热，大概200度。先浇入1/4的热油。这一步主要是快速的把辣椒面的香味呛出来。紧接着倒入剩下的一半辣椒面，先搅拌均匀。第二半辣椒面的话，主要就是给这个香辣红油增加颜色用的。锅里面油温差不多冷至150度的时候，再来上一半的油，继续的给它不停的搅拌，这一半油就可以把第二次放进去的辣椒面的颜色和香味通通逼出来。最后油温冷至100度左右，把剩下的油全部倒进去。大家不要看着这一缸油哈，温度不高了，实际上还有100多度，在里面的话油一多了，慢慢的一直在沁炸。如果你提前温度高了倒进去的话，它就很容易在这里面闷糊。现在整个厨房里面都是弥漫着一个香字。最后一步就是把刚才炸好的芝麻给它倒上去。芝麻一倒上去哈，全部就铺在面上，非常的漂亮。现在表皮呢还铺着很多辣椒粉，没关系，泡24小时过后，这些辣椒粉全部就沉下去了，上面就只剩下咱们炸好的这个鸡麻。咱们今天的这个香辣红油就算做好了哈，看起来呢就非常的巴适。一般情况下做好过后都不是当场食用的，都要抠过24个小时之后，它的颜色才会红亮，并且香味才会给它浸泡出来。最后一步，把盖子扛起，焖24个小时，不要让香味跑了。香辣红油做好之后，咱们就可以演变出很多的菜了哈，基本上很多的川味凉菜都会用到，比如拌猪脑壳、拌鸡肉、拌黑桃肉、拌猪肚、拌猪心等等。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平时在吃面的时候舀一点，它的香味方方面面都很不错。咱们今天做的这种香辣红油呢，它主要就是一个凉菜的香辣红油哈。如果你想要做那种吃面条的福辣香辣红油的话，配比又不一样了，就是油和辣椒面的比例，今天的这个是5:1，如果你做福辣的，最多就是3:1，辣椒比较多，油比较少。咱们做的这个的话就是油多，然后辣椒的话不算很多，因为主要是用油嘛，拌菜多了咱们就不说了哈。喜欢吃四川香辣红油的朋友，把视频收藏着，买一包辣椒面自己做出来，绝对味道。回锅肉呢是一道家喻户晓的川菜，但是用排骨来炒的回锅肉，你吃过吗？第一步是先把这头里脊肉割下来，炒在里面不好吃。第一步，排骨先给它宰成大小均匀的块，尽量小坨一点。冷水下锅先焯水，姜葱、花雕酒，
焯开打去浮沫，再煮3分钟，捞出来冲洗干净即可。另起锅来一点点油，下排骨，大火快速的翻炒均匀，来一点姜葱、干花椒。排骨炒至表皮开始微微的发黄，这个时候给它加入水。回锅嘛，第一步肯定是要把它煮熟再来炒。来一点盐、胡椒粉，烧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油，转小火煮个40分钟。这个时候来切上一个白萝卜，等一会儿煮个连锅汤。再来上一点姜葱、太和豆豉。配菜的话，我们来准备一点蒜苗。这个蒜苗可是今年的新鲜蒜苗哈，自己种的，还这么小就拔来吃了。切成这样子的节。排骨煮来差不多了，用漏瓢给它漏出来，一定不能煮太趴了哈，不然炒出来没香味。下萝卜煮连锅，把味调齐就行了。偏下来这点里脊肉，把它做成化肉，因为炒到里面的话确实是不好吃，死板板的。另起锅来上一点油，下排骨，先用大火给它爆炒，再下姜葱和豆豉，1勺糖，排骨推到一边，下高品质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儿。回锅肉好不好吃，豆瓣儿就尤其的关键了。今天我用的这一款呢，它是一款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儿，不仅仅炒菜颜色红亮好看，并且呢，它的酱香味也是特别的浓郁。大家平常看我视频就应该知道，炒的菜那个颜色是真的漂亮。最主要的，它还是一个绿色食品哈，没有添加任何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，吃起来安全放心，好吃，老少皆宜，可以说是家用最适合不过的豆瓣了。因为豆瓣嘛，1年也吃不了2瓶，所以咱们就一定要吃好一点的，不要吃那种质量到了3到6个月的那种普通红油豆瓣。喜欢吃高品质豆瓣的朋友，可以点视频下方链接购买我的同款，记得拍2瓶装会更加的划算啊！豆瓣一下锅，这个颜色立马就特别的红亮和香了。炒香出色过后，先下蒜苗老扣，翻炒均匀，再下蒜苗叶子，调味一点点鸡精，继续的炒断。这个回锅肉的颜色是看起来巴适哦，又红又亮又香。蒜苗断生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哈。咱们今天的排骨回锅肉就做好了。真次炒出来没有肥肉，老少皆宜，尤其适合女生。喜欢吃回锅肉但又怕肥肉的朋友就一定要收藏着了。有时间试着告一下用排骨来炒，味道绝对惊艳，征服你的味蕾。不喜欢吃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撒够了。还有一个连锅化肉，真子煮的话还真的是划算，有菜有汤。这个小家伙睡觉去了，哎呀，终于没人拿我了，你给我吃饭。排骨超级的香，悄悄告诉你们，炒这个回锅肉的太和豆豉，我橱窗里面懂得起噻。都不吃。蒜苗还小啊，没长大的，其他蒜苗长大没有？有大了。有大的大。现在去吃不？吃好多嘛。真吃一顿就吃了这么多人。有了，我该不吃一顿，我就这种啊。这个里脊肉的话，就算拿来做滑肉都是死板板的，吃出来没有？都没了前腿肉好吃。很多人还认为里脊肉是好肉，它不是好肉吗？人家费点劲，谁减肥人都不晓得。它又不好吃。你有好久没有吃过家乡的菜籽油了？对于很多外省的老乡来说，就怕钱花了没有买到像我们这样子的农家纯菜籽油。这个油在桶里头，你看到它是黑色的，但是倒出来过后就是一个棕黄色。农村自己榨过油的朋友都晓得，这个颜色就是资格的菜籽油。我们的菜籽油选用四川本地花菜籽，先炒熟后压榨，不添加不勾兑，有生青油的清香味。用这个菜籽油炒菜，就是我们小时候吃到的那个味道。真子的一桶是4.5升，下单4.5升大桶的，我还给大家安排一个3两的试吃。试吃了，如果不是我说的这个样子，或者说你不满意，随时都可以申请全额退款。我们的菜籽油还是内江大天谷里的优质农产品，从内江本地发货，真的是看得见的放心。想吃纯菜籽油的朋友哈，给个机会去告一下嘛。在四川鱼肉的做法有千万种，但是今天这一种你肯定没有吃过，它是当下非常流行的一道江湖做法——葱椒鱼片儿。首先准备上一条鲜活处理干净的乌鱼。稍微来一点开水给它烫一下，主要是把它表皮的这个粘液烫去哈，一定不能在里面烫久了，不然肉都给烫熟了。
刮掉粘液过后，来处理鱼。头的话没有什么肉，给它切下来不要，然后再把鱼肉全部片下来。剩下的这个鱼肉片鱼片儿，乌鱼肉可以片来薄一点。如果大家用的是草鱼或者是花鲢鱼，就不能太薄，不然一煮全碎了。加入一勺盐，先用手不停的抓捏，再来加入清水，把鱼片这样子冲洗一下，捞出来的时候水分控干。配菜来切一点泡萝卜，再来一点泡姜，再来切上几个泡辣椒，再来上一点姜葱蒜。葱姜鱼片顾名思义，配菜肯定就是葱。这种火葱稍微多切一点，鱼片码味一点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花椒酒，少许的水，抓匀抓匀的。一定要让鱼片把刚才放进去的这些全部吸收进去。抓至非常粘手的时候，来上一点点红薯淀粉锁住水分，使其更加的滑嫩。没有天然气，就只有用这个煤气炒。98号的纯菜籽油，先下姜葱蒜泡菜这些，用小火给它炒出香味来。紧接着倒入鱼骨一起翻炒一下，加入清水，调味盐、胡椒、鸡精，微微的来点白醋，转中小火先熬煮个6分钟左右，把这些料的味道熬到汤里来。汤汁熬好过后，用一个漏瓢把这些先全部漏出打底，将就这个原汤下入鱼片，给它快速的滑熟，尽量这样子散着下去，它才不会粘到一块。起锅前来几滴藤椒油，基本上烧开的话，鱼片就算滑熟了。关火出锅，把葱全部放上去，一定要多。葱椒鱼片的椒就是指的这个干青花椒，同样稍微多一点。淋上7成油温的热油，既可以吃肉又可以喝汤的一道葱椒鱼片就搞定了。这个没有辣椒，吃起来超级的过瘾哈！每一口下去都是香、麻、嫩、滑。咱们今天的葱椒鱼片就做好了，真子煮出的鱼肉是又嫩又滑又香。方法呢也很简单，以前在饭店才能够吃到的江湖菜，学费在家就能够轻松的制作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哈。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撒锅了。这个小家伙现在看见我们吃什么，他就要吃什么，不给他吃就很些闹。好，给你吃，给你吃。干杯！拿到这个酒，他就笑得不得了哦。看这个了，你吃。来，妈妈挑了块鱼给你吃。鱼要挑加两边的，晓不得？哎，你来。像这种鱼不要夹在中间这个地方，中间这个部位有刺。这是乌鱼吗？乌鱼。今天买呀。还要吃。这个鱼真的好嫩。我吃了一块那个青的那个花椒。清香味哪来麻味嘛？没得买麻味的，我比方说可以去煮，就是强啊还油，没得点油泡萝卜，你最喜欢吃的。爸爸。干嘛？哦，谢谢。还给我加一个鸡爪。鸡爪是干嘛的？花钱的。开始吃口饭了，吃了那么多鱼了。好吃，点点头。点头。好吃好吃的。豆瓣鱼是川菜中的名菜，很多朋友呢只是听说豆瓣鱼，但是豆瓣鱼到底怎么烧的却不知道。今天我就来把最传统的做法教给大家。在背上先上一字花刀，鱼的选择可以选择我今天这样的武昌鱼、巨鱼、草鱼、鲤鱼等等都行。
毛毛盐，配上的姜葱、胡椒粉、花雕酒，先给它抓捏一下，抹转的，两面都要抹。配菜来一点姜葱、蒜末。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儿，稍微把它宰来细一点，烧出来的鱼好看。豆瓣儿鱼，豆瓣儿呢就一定要好哈。今天我们就是用的这一款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儿，它和普通超市卖的红油豆瓣儿的区别在于，它2年陈酿，酱香味特别的浓郁，然后同样的野炒菜颜色特别的红亮好看，并且呢还是一个绿色食品哈，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、防腐剂等等。所以说吃起来健康放心，老少皆宜。喜欢吃高品质豆瓣的朋友，你选择它就没错，因为家里面1年也吃不了2瓶，所以一定要吃高品质的。喜欢的朋友点视频下方的链接直接购买就行啊。建议大家直接拍2瓶装会更加的划算。起锅烧油，把锅置好，下鱼先煎一下。传统的豆瓣鱼都是煎过一下的，现在有一种新式的跳水豆瓣鱼。是直接把鱼煮熟放锅里的。武昌鱼一面煎来差不多了，用漏瓢漏起来，轻轻的给它翻上一面。武昌鱼煎2面金黄，倒出来控油，另起锅来一点油，猪油、干花椒、2年豆瓣儿、姜葱蒜末。豆瓣鱼呢，它是一个家常味，所以说就不用放火锅底料了。炒香出色辣椒粉。加水，下煎好的武昌鱼，汤汁稍微多一点，按着烧。花雕酒、豆油、白糖、鸡精，转中火度过8分钟。这时候再来切上一点葱黄、芹菜口啃。鱼这边时间烧来差不多了，用一个漏瓢先给它漏出来装盘。汤汁留在锅里，用水淀粉挂上一个薄芡。再把芹菜和葱黄口啃放进去，芡汁勾好过后，鼓这样子的鱼眼泡儿，就证明这个菜是烧好了的，成功了的。关火，淋一点花椒油、香油、毛毛醋，活转的，关火出锅就行了。甩一点葱，汤汁淋上来这一刻，它能够扒在鱼身上，才吃起来有滋有味的。最后的话，甩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经典川菜豆瓣鱼就做好了，真子烧出来的鱼肉是外香内嫩，每一口下去都是滋滋入味。方法呢简单实用靠谱，四川人吃不腻的家常味。喜欢的朋友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告一哈，不喜欢的就免费看完，撒够了。嘿嘿嘿嘿，你睡醒啦？他已经吃饱了，但是他还是想吃。听说吃鱼拜拜了，他马上就笑了。吃饱了就拍拍。哦。我就重新拿双筷子给他夹来吃。夹什么？哦，好久都没有烧这个武昌鱼吃了。4分钟。这双筷子是我们团团的哈，来，妈妈夹给你吃。耶，我夹的不要。他不想吃你这个白饭，他要吃鱼。那我给他夹点鱼。多别个头，夹别个头，别个头蛮是吃，就是武昌鱼的。我怕这个他吃的辣不辣呀？哪来辣味？哪来辣味？本来说中午弄个辅食给他吃，弄个虾那个虾泥给他吃的，结果他睡着了。这一直晚上吃啊？下午吃噻，下午3、4点钟的时候吃。来，有没有喜欢吃清油火锅底料的朋友？这次双11我们联合名扬厂家旗舰店给大家搞一波大活动。名扬火锅底料大家都晓得，我卖了几年了，这个清油火锅底料是从来没有做过活动的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清油火锅底料成本太高了，做活动厂家不划算。这次活动我们也是限量500份，先到先得哈。这款底料选用非转基因菜籽油炒制，颜色红亮，口感醇香。相比动物油长时间煮和经常吃的话，你都不会觉得腻。像我手头拿的这样子1包238克的清油底料，超市里都是卖17块钱。这次我们双11活动，一共到手3包238克的清油底料，外加1包麻辣香锅底料，总共就是4包这样子的，只要39.8，并且还包邮，真的很划算哈！看到的朋友一定要记囤2份。
清油底料和牛油底的用途是一样的，起火锅直接加水烧开就能够涮菜，味道跟火锅店的是一模一样。平时烧鱼、烧美蛙、炒龙虾、炒螺丝放上一点的话，香味就会提升很多，可以说是日常做菜必备的一个香料。今天我们来吃一个内江红烧鸭，一定要选择散养1年以上的这样老鸭子，吃起来才香。鸭子打整干净后还是很漂亮的哈，没有多余的肥油。先来宰块。冷水下锅，先焯水，姜葱、花雕酒。如果有柴火大灶的话，鸭子肉就不用焯水了，直接下锅煸炒也行。焯开过后，打去浮沫，煮2分钟，捞出来避孕。这种土鸭子哈，浮沫都特别的少。香料来一点八卦、大料、白蔻、香叶、桂皮、白芷、姜葱、海椒、花椒。98号的纯菜籽油，下鸭子肉，先用大火给它不停的爆炒，一定要多煸炒一会儿，吃起来才够香。下香料，全部炒香过后，半瓶啤酒，最小火先烧起，另起锅菜籽油、姜葱蒜末，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。花椒、海椒面、名扬火锅底料，有了火锅底料之后，就不用再去炒其他的料了，香味就足。加水，烧开转小火，熬过10来分钟。熬好过后，用一个漏勺把渣子过滤一下，来一点点豆油、胡椒、糖，最小火继续烧1小时。配菜来准备一点紫姜和小青椒。小青椒切这样子的大滚刀，紫姜来切成条。鸭子烧来差不多了，把里面的这些香料全部都拈出来不要，把紫姜先下去。如果在没有紫姜的季节，炒料的时候可以多加一点泡姜，再来点鸡精。2分钟过后，下入青椒节节，淋一点香油、藤椒油。活转的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小青椒不要烧太久，这里面还可以烧其他的配菜哈，比如咱们的芋儿啦、莴笋啦这些，煮趴了过后给它丢进去和一下就可以，吃起来有滋有味，正儿八经的色香味俱全，这没得哪个说不好吃的噻。甩上几捆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内江红烧鸭就做好了，真子烧出的鸭子是鲜香入味，整道菜的口感是家常味，微微的偏辣，超级的好吃。做法呢也是很地道的一个经典川味做法，喜欢吃鸭子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一下这样子烧，绝对征服你的味蕾，比魔芋烧鸭子这些要安逸的多哈。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，发过了。这个鸭子是有点老的哦，老鸭子，可以用吗？有点大。我这个鸭腿的，烧了很有酒，更香噻。这个好好吃，这里橘子多了，半只。好奢侈哦。比内江那个红烧鸭更好吃。那会儿不到鹅吗？就是另外一家，大直广场那一家，那一家吃是好吃，就是有点辣。涨价了100多一份儿。以前是98。现在小锅都是128，是不是？98估计也就是那个，可能半只都没有。肯定没有半只。每次在吃我就喜欢吃里面的这个海椒姜。炖排骨一定不能乱炖，教你一个四川的特色做法，炖出来是汤鲜入烂，美滋滋。现在的排骨呢是20块钱1斤，先来宰成大小均匀2块。冷水下锅，先焯一下水，姜葱、花雕酒，焯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沫，再煮个3分钟左右，捞出来冲洗干净即可。四川人炖排骨一般都不是直接炖的，直接炖出来的话，肉质它会比较松散。咱们锅里面先来一点纯菜籽油，排骨给它炒一下，吃起来不油腻。第二个，肉质软烂化渣，下排骨，大火稍微煸炒久一点，
排骨开始微微发黄，来一点姜葱、花雕酒，加水，烧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油，来上一包毛锅老鸭汤的炖料。今天炖排骨好吃的关键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个毛锅的老鸭汤炖料，它不仅仅可以炖老鸭、炖排骨、炖蹄花、炖猪肚等等，都超级的好吃。毛锅大家应该都知道是线下的知名品牌，也是重庆的知名农产品品牌，可能大家都吃过，都知道好吃哈。现在呢也正在给大家做活动，像我手里拿的这样子3包，每一包都可以炖个3到4斤的汤，只要9块9，还包邮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的链接，直接去购买就行。转入汤锅里面，慢慢的炖起。配菜来切一个白萝卜，大小均匀的块。再来几朵蘑菇。排骨的时间炖来差不多了，把配菜放下去，继续的给它炖个15分钟，萝卜炖趴就算可以了。咱们炖汤的时候，你什么都不用放，炖出来的话，它就是有滋并且还有味的。盐味都给大家已经调好了。这样炖出来的排骨汤可以说得上真正的是汤鲜入烂，超级的好吃。有荤有素有汤，一锅就搞定了哈。喜欢吃麻辣味的还可以打上一个麻辣味的蘸水，加它关火出锅就行了。最后给它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酸萝卜炖排骨就做好了，真的炖出来，真正的可以说是汤鲜入烂，汤汁带着一点酸爽。每一口下去都是美滋滋，方法呢也简单实用靠谱，新手都能够零失败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，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够了。这个小熊在那里睡觉哈，多捏点排骨来吃。这里面的这个萝卜比这个排骨还耐一。这个不愿意看。上次你买的是用长萝卜，这圆萝卜更好吃。有圆萝卜买嘛，他买圆萝卜噻，没得圆萝卜买嘛，就买长萝卜噻。下半年都有。你就不要看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大量上市的时候。这个老鸭汤的炖料，炖鸭子那些也是超级的巴适。炖鸭子、炖猪肚。大家都晓得，我们四川是金矿盐的大省，尤其是自贡啊，更是称为千年盐都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款自贡的井盐。这个盐巴呀是人类生活中的重要物质，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物质，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。相信四川的朋友都应该晓得哈，这个九大是一个大品牌，也是老品牌了。这个盐巴呀就是名副其实的从1000米深井底下抽取的盐卤制作的。以前因为品质好，都是用来做贡品的。像真正的盐哈，它是不添加抗结剂的，就是一个纯的井盐，每一包啊都是320克。现在总共8包，只要9块9，还包邮。想尝试自贡井盐的朋友，可以点下方小黄车直接去拍。今天我们来吃一道民间川菜百合豆腐，可能很多四川人没有听过，但是在成都龙泉一带是非常的出名。百合豆腐虽然说名字是叫豆腐，实际上呢它是用的这个千张哈。一份基本上有个4两到半斤就可以了。咱们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千张给切成细丝，越细越好。百合豆腐的话，它就是起源于这个北河镇，主要特点就是一个家常味，吃起来特别的香嘛，所以在成都范围内的话还是小有名气的。切好后头散，再来准备上一点半肥瘦的猪肉。切一下后来宰碎，再来切上一点蒜苗花花，再来一点姜葱蒜米，再来几块豆豉。锅内水开后，下入千张丝，先焯一下水，来一勺盐。主要作用的话就是去除它的一个豆腥味。焯开过后，先漏出来控水。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炒这一道百合豆腐了。其实这道百合豆腐哈，它和我们麻婆豆腐的套路基本上是一样的。第一步的话是先制锅，避免炒入沫粘锅。炒菜了，小熊。现在越穿越厚了哈。先下入沫兰香，全部炒香，下姜葱蒜豆豉，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儿。
辣椒面、干花椒壳壳、花雕酒、少许的水、下焯水的千张丝、糖、鸡精、豆油，转中火烧个2分钟左右，这样用水淀粉给它挂一个薄芡，芡汁一定要稍微浓一点，让它把这个千张裹住。芡汁收紧过后，一定要达到一个亮汁亮油的效果。蒜苗给它撒上去，香油、藤椒油，和转，关火出锅，烧出来一定要是这样子亮汁亮油的。再甩上几捆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百合豆腐就做好了，榛子烧出来是川味家常味，简单下饭的味道。豆腐丝看起来平静，但是刚刚入口的时候吃起来是非常烫的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喜欢吃或者是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。其实它的味型和麻婆豆腐基本上是差不多的，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锅了。大妈给你加个土豆冷着哈，冷着等下喂你土豆吃好不好？他这个勺子，我在这丢我噻，他还会要得闻那些东西。嘎，小熊，吃豆腐。有滋有味的，还可以小3鲜的，放点番茄，放点肉末，还可以煮那个3鲜百合豆腐，现在好像都没得百合挣的了。哪里去了？改成百合街道了。百合这是哪里的？内江的吗？龙泉的。今天你做 C 位哈。如果你家里面还没有白胡椒粉，先不要着急买。今天我们联合胡椒粉的源头厂家给大家带来福利。平时吃肉喝汤一定少不了胡椒粉，无论你是煮鸡鸭还是鱼和猪肉，胡椒粉都能起到很好的去腥作用和提鲜作用。尤其在煮鱼汤的时候放上一点，提鲜还去腥，基本上所有的荤菜都会用到，可以说是厨房必备的一个调料。这款胡椒粉就是我日常在用的一款胡椒粉，它是纯正的白胡椒研磨的，没有添加辣椒粉和大米粉这些来增加重量。再来看看配料表，只有白胡椒粒，非常的干净，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，粉末非常的细腻，倒出来就能够闻得到胡椒浓浓的香味。瓶口的设计也很好，从这个小孔里面投出来，要多少投多少，实用又方便。白胡椒粉呢，在超市也是卖的非常的贵，像我手里面这样子一个小瓶，基本上就要卖到10来块钱。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大瓶200克的纯白胡椒粉，基本上够家里面用个大半年到1年的时间了，保质期18个月，生产日期也是新鲜的。咱们粉丝还可以专享16块钱的优惠，到手像这样子一瓶200克的纯白胡椒粉只要10多块钱，真的很划算，你也赶紧囤一瓶吧。这道老川菜越来越难看到了，基本上也吃不到了。很多年轻的朋友别说吃，就连见都没有见过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复刻一下这道经典的老川菜哈。首先准备一块半肥半瘦的猪肉，切一点下来，清洗干净过后来切一下，先切丝再切条，最后的话我们是要把它切成这种小壳壳。配菜的话，来准备一点罗汉笋，大的给它1分为4，小的1分为2就行。配菜的话，再切一点木耳，同样的切碎就行。到了这里，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今天咱们要做的是什么菜了吗？有知道的可以在评论区提前打出来。再来切上一点这个泡辣椒，切一下后宰碎哈。再来切上一点姜葱蒜末。另取一碗，打一个味汁，盐、糖3个小勺，鸡精、生抽酱油、
和糖1:1的陈醋，再来点水淀粉、明油，条段的就可以了。切好的小肉丁来一点胡椒粉、鸡精、老抽酱油、毛毛盐，少许的水，先码转的。最后来一点红薯淀粉，再次码转的，来一点油，煮成木耳，冷水下锅，先焯一下水，来一勺盐，焯开过后，先给它漏出来控水。锅内少许油，先炙一下锅，把锅炙好后，下这个碎肉，热锅冷油下哈，这样才能方便快速的滑散。肉丁滑熟过后，先下泡椒末。今天咱们炒的这个味型呢是鱼香味哈，所以用的泡椒，不是豆瓣儿。紧接着是姜葱蒜末，鱼香味有个特点是含甜酸微辣，姜葱蒜味浓郁，全部都炒香出色。下竹笋和木耳，大火先翻炒均匀。最后一步就是烹入调好的味汁，这样才能让它更加的扒味。第二个就是把油晾出来，芡汁收紧，关火出锅，先撒入一半的葱花。这就是经典的老川菜鱼香碎滑肉，再撒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经典老川菜鱼香碎滑肉就做好了。真子炒出来哈，就正如我所说的，含甜酸微辣，并且姜葱蒜味浓郁，酸酸甜甜的，超级的下饭，用来拌面也是超级的好吃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或者说没有吃过的朋友就一定要去告一哈了。当然不喜欢吃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够了。吃点萝卜，宝贝。还不要。他想吃肉，他要吃什么萝卜？刚刚睡醒。吃点碎滑肉。这个才是正儿八经的好吃。第一口下去吃到一个缺点，花椒了？不是，哪来花椒？竹笋太老了，下面老的我没有切掉，忘了。好，爸爸给你弄牛肉。好吃，应该拿个勺子的。我的花椒没有。没有，花椒都没有放。牛肉真好吃，是不是？好吃他就可以去点头，不好吃他就没有罗汉笋的也可以用青笋，就是我们喊的莴笋。莴笋就不用焯水，直接炒。好吃。如果是我家大儿子在的话，他最爱吃这道菜了。他最爱吃啥都是吃这道菜。鱼香肉丝啊。这是鱼香碎滑肉，我上次炒已经是在两年前了。这种味型的菜，我的意思是说。哦。好了，爸爸给你弄肉好不好？做巨鱼还是四川人有一套。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巨鱼呢，可是一道非常经典的传统川菜，可能很多朋友都还没有吃过哈。4条还没有熟过朋友的巨鱼，先给它打整干净，处理干净的巨鱼来切一下，就这样子给它片开就行。这个脑壳的话就不用要了，因为没有什么肉。再放到清水里面给它清洗一次，片开过后就能够洗得干干净净的了。配上的姜葱、胡椒粉、花椒酒，底味稍微重一点，活转的才能保证腌制入味。再来上一点姜蒜末，再来上2两太活豆豉。今天我们做的这道经典川菜呢，就是豆豉巨鱼。我们用的这个太活豆豉呢，是四川100年的老品牌了。它用来炒回锅肉、盐煎肉、炖麻婆豆腐是必不可少的。做豆豉巨鱼呢，也是超级的香啊。这个豆豉大家都知道，平时煮菜的时候基本上都会用到的哈。现在呢，咱们也正在给大家搞活动。像我手里面拿的这个豆豉哈，一包的话是2两100克，9块9，到手一共5包。100年老品牌，正宗四川太活豆豉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视频下方的链接直接去购买就可以了。这个囤上一份，家里面吃必不可少的。就算你平时不吃豆豉巨鱼、回锅肉、麻婆豆腐这些菜，你总得吃吧，总得要放豆豉吧。锅内烧油，巨鱼的话给它炸一下，油温6成热，下巨鱼炸。先用大火快速把表皮的水分炸干，这样子方便定型。表皮炸干定型过后，我们转中小火给它慢慢的沁炸，把骨头都炸酥。巨鱼全部炸酥香过后，先捞出来控油。锅内留点底油，先下姜蒜末，蓝香过后下太活豆豉，再来几捆干花椒。
豆豉炒香，来点海椒面，1丁点鸡精，全部燃香，关火，出锅。炒好的豆豉淋在鱼上，再给它放入高压锅里面，盖上盖子，上气过后用小火压15分钟。一转眼，巨鱼就已经压好了，把巨鱼捏出来装盘，再来舀上一点豆豉。最后的话，给它甩上几捆性感的葱花，就可以上桌开吃了。咱们今天的豆豉巨鱼就做好了，真正做出来的巨鱼特别的酥香，每一口下去，豆豉的香味也特别的浓郁。经过高压锅压过之后，吃起来它就不会是那种很酥很嫩的感觉了，每一口都化渣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走，有时间的时候尝试一下这道经典川菜。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撒钩了。这种豆豉巨鱼下酒安逸的很。他说你说好香，他就那个带着你的吃，连吃都一起吃了它这个，因为小巨鱼炸得很酥。不要啦，放这里啊。炸了过后真的，哎呀，很久很久以前那种宴席上面啊，就这道豆豉巨啊，也不是豆豉，他就把这个鲫鱼炸干了，炸了真的是呗？没有蒸，就那里吃干的。干了不是浇干的吗？主要浇干了两个些人下酒啊。蒸了之后它就会酥烂，就会回软。有烟有味的。下酒也可以。说实在的，这豆豉巨鱼吃起来的话有点贵了。饲料鱼如果是普通的红烧的话，或者葱豉巨鱼的话，要稍微大盘。这个豆豉巨鱼就得低点儿。我一个的口感噻。看着笑。还要闻一下。还要准备来吃。你不要吃这么香嘛！你看吃它这么香，它都流口水了。太香了。来，给你吃点饭。吃点大米饭，吃几颗来。老公，他们问为啥子超市里面这个名扬火锅鸡腿要卖30多块钱一包，而你卖的这么便宜，是不是假的？我们是直接联合厂家旗舰店搞活动，厂家仓库直接给大家发货，出厂就到粉丝朋友手里面，哪里可能是假的嘛？主要是我们这次活动特别的给力。名扬火锅底料，只要看过我视频的朋友都晓得，我拍视频几年了，一直在用。以前呢也没让子打广告。像你平时吃过火锅的话，直接加水烧开过后就可以涮菜，味道跟火锅底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煮鱼、烧菜、炒菜放一点的话，香味就会提升很多哈。所以说它不仅仅是一包火锅底料，它更是一个万能调料，也是一个厨房必备的调料。我晓得一包整整450个大方砖，你去超市头买要30多块钱。这次活动我们是联合厂家旗舰店双11冲量，3包450克的大方砖，微辣和侧辣可以组合选择，只要59.8块，并且还包邮，平均一包的话才10多块钱。看到的朋友一定要点下方链接囤2份哈。火锅底料销售旺季来了，活动结束过后我们就恢复原价。这种虾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啊？在我们这里乡下的话就是喊的马虾，用普通话说就叫河虾。没有什么肉，但是呢，价钱却贵得不得了，30块钱一斤。今天我们来吃最经典的川味炒活虾。其实，在我们这边乡下吃的最多的一种做法的话，是用油酥，但是油酥它只适合下酒，不适合下饭。用清水给它反复的清洗几次就可以了。配菜青红小青椒，一样3根切成这样子的小口口儿。这个的话是紫姜，也切成小口口儿。再额外的切上一点姜、葱、蒜口口。小料主要是用来提香的。接下来的话，我们就要开始炒了。炒这个活虾其实很简单，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只要你们仔细看，新手都能够离失败。纯菜籽油先把锅润一下。活虾的话不需要去单独的处理，就活着下锅，主要是要把水分滤干。5成油温的时候，把活虾全部倒入锅中，然后用盖子稍微给它扛一下。不然它在锅里面黑气要跳出来。不板了之后就揭开盖子，大火先翻炒均匀。这一步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河虾给它炒香。当然饭店里面基本上都是用油炸来代替的。稍有煸炒过后，这个香味就已经开始慢慢的出来了。大约炒3分钟后烹一点花雕酒，继续炒匀之后先倒出来搁到一边。每天就是到厨房里面来东翻西翻的。
他始终要拿这个香油，我怕你打烂了，这个是玻璃瓶的。对。玩这个芝麻。玩胡椒了，玩胡椒了，胡椒拿开，等下很呛人。这个头都出来了，头到手上面了，头这么多出来，我又没有关的。啊，是吗？另起锅纯菜籽油、干花椒，炝香过后姜葱蒜可可，全部炒香，青红椒、紫姜，再把虾放下去，先翻炒均匀，毛油、糖、盐、鸡精，一丁点生抽酱油，继续的用大火炒转。这个虾的话，我是没有把它前面这个须剪掉的，吃的时候要小心一点，这个须很拘人。藤椒油、香油。再次的翻炒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了，看起来是不是就特别的巴适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哦。最后给它甩上几捆性感的葱花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小炒活虾就做好了，真子炒出来是又鲜又香，活虾的口感比海里面的大虾、基围虾这些要好吃多了。方法呢真的是特别的简单，喜欢的朋友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搞一点活虾这样子炒上一盘，下酒下饭真叫一个美滋滋。不喜欢的就只有免费看完撒锅了。小朋友抢先吃虾肉了，好吃吗？点点头。吃高兴了还要爬起来。还要不要？今天中午你还喜欢吃我炒这个虾吗？这个虾好好吃嘛，好鲜哦。这种就比海的那种虾子就更好吃。一口一个，这家伙。来。哎，真的是好嫩哦，这肉，嘎。皮都不用剥，吃脑壳直接就嚼了。好嫩。好，慢慢剥，慢慢剥。妈妈给你剥小一点的。手别追着放到嘴巴里面去。这虾有的地方卖的贵。就闻着卖比较香硬。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卖100块钱一斤。这下好多？30。搞快点儿！今天太和都市有个大活动，百年老品牌太和都市双11冲凉活动，像我手里面这样子5包，只要9块9，还包邮。这个是正宗成都太和都市百年传承，始于清朝的道光年间。四川的朋友应该都晓得，太和都市的话，基本上可以说是都市中的爱马仕。它的屎香味真的是特别的浓郁，然后炒菜的话好吃得很。整子的1包是100克2两，平时你炒回锅肉、盐煎肉、麻婆豆腐，还有很多小炒热菜必备。放上几会儿的话，香味真的是不摆了，用不完的搁到冰箱里面冷藏就可以。只要你要炒回锅肉，就一定离不开这个太和都市，所以说它是一个厨房的必备调料。趁现在搞活动9块9，到时候5包你也赶紧去买一份，平时都是卖19块9 5包的。好，大哥。说句老实话，做鲫鱼还是四川人有一套，花样多，味道好。今天我们来烧一个只有四川特色的Z2根杜鲫鱼。鲫鱼大家在买的时候可以叫年轻的老板娘帮忙打整干净啊，我们这里燕塘鱼老板娘不帮忙打整。处理干净的鲫鱼，沿着背部上密集的一字花刀，这个花刀呢，它又叫一个无刺花刀。切好过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来就是姜葱、花雕酒、毛盐，转的先腌制起来。先来宰一点姜葱蒜米。这个老板嘴馋了，自己在动手。我要煎糍粑吃。小熊。再来上一点泡椒和泡姜。先切一下后宰碎。Z2根杜鲫鱼，顾名思义的话，配菜肯定是Z2根，稍微多一点，把它切成这样子的小壳块，主要是提升一个香味。在炖鱼之前，还是老规矩，先把鱼煎一下，3条鱼一起就煎了。一面稍有煎制过后，把鱼给它翻上一面继续煎。翻面的时候小心一点哈，不要翻烂了。这个鱼煎出来还算漂亮噻。两面都煎来差不多了，先倒出来。将就这个油，再来一点猪油、干花椒可可，
泡姜和泡椒，再来一点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，姜葱蒜末，再来一点辣椒粉，1/3的贼耳根，加清水，下入刚才煎好的巨鱼，来一点鸡精、毛油、胡椒粉、生抽酱油、糖，转中小火炖过6分钟左右，把它炖入味。巨鱼的时间炖来差不多了，用漏瓢先漏出来装盘，汤汁留在锅里，用水淀粉勾芡，再把剩下的2/3贼耳根放下去，淋一点香油、藤椒油，芡汁收紧就可以关火出锅，撒点葱花，淋在刚才的鱼上，最后再来甩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点缀一下，美味继承。咱们今天的贼耳根炖巨鱼就做好了。真正炖出来的巨鱼是鲜嫩入味，并且没有小刺，吃起来和吃豆腐一样的方形。做法呢也特别的简单，经典的川味家常味，口口都是下饭的味道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试着去告一下。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撒过了。贼耳根味道浓啊。这种贼耳根都没甜面吃，这种贼耳根味道浓。那肯定，这种是种植的，天边上那种是野生的。然后我就挖点贼耳根，整到土鼻鼻头。这个脚，这个脚还拿到我碗里面来了，看到没？有点麻了，你吃了没有？我觉得还好啊。我吃了颗花椒粉是，因为我吃这个贼耳根一刨下去，吃到花椒了。这汤汁很有味道。巨鱼的话，只要把刺处理好了，吃起来是安逸，就价格比较贵。价格贵啊？比别的要贵一半了吧？去外面吃这份巨鱼嘛，50块钱也吃不了这么多嘛。那肯定了。外面店里面卖的便宜的就是分量少，分量少大点的价钱也都不便宜。四川人煎菜除了盐巴跟味精以外，用的最多的就是我手里面这个豆瓣。所以说做的川菜好不好吃，一款好的豆瓣就特别的重要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平时厨房也在用的，并且视频中出镜率非常高的2年陈酿红油老豆瓣。这款豆瓣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国家地理标识保护产品，它和大家平时用的红油豆瓣不一样，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款红油豆瓣，还是一款老豆瓣。红油豆瓣炒菜颜色红亮，但是缺乏酱香味；老豆瓣炒菜酱香味浓郁，但是颜色黑黢黢的不好看。这款豆瓣是同时解决这2个问题，炒的菜既好看，并且酱香味也浓郁。旺福庵也是郫县30多年的老品牌了，创始人也是郫县豆瓣的非遗传承人。为啥子我一定要推荐这一款豆瓣给大家呀？因为它还是一款绿色食品认证的，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和防腐剂，全靠的是原料的品质和精湛的工艺酿造而成的，很适合家里面有老人跟小娃儿的朋友。给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豆瓣哈，颜色它是呈一个褐红色，因为2年陈酿的嘛，所以颜色肯定会深一点。但是哈，炒菜真的是酱香味十足，颜色也好看。尤其是我在炒回锅肉、麻婆豆腐啊、水煮肉皮啦，还有炖各种各样的鱼呀这些菜的时候，如果拉过的话，你做出来川菜绝对会更加的正宗、更香，颜色更漂亮，可以说是厨房必备的一款良心好豆瓣。超市里头一个大瓶的像我这样子2斤装的普通红油豆瓣，质量在我3到6个月时间，基本上是卖到18块钱左右一瓶。如果是2年老豆瓣的话，至少都要35块钱一瓶。今天我们活动哈，像我手里面它这样子，一瓶2斤装的2年陈酿的红油老豆瓣，真的是高品质，只要23块8还包邮，并且2瓶4斤的话只要39块8，特别划算哈。如果你相信我，点开视频下方的小黄车去照一下，平时我炒菜用的，炒出来颜色好不好看，因为都是所见即所得的。这种鱼长得像蛇一样，我们这里喊的乌蚌或者乌鱼。平时的话不是做酸菜鱼就是做水煮鱼。今天我们来搞一个创新的做法，你们肯定没有吃过。我们来开始处理这个鱼，沿着鱼鳍这里先把头切下来，等一会儿拿来熬汤。紧接着拿一个帕子给它这样子按着，切的时候才不容易滑。沿着脊骨这里再把鱼肉也剔下来，到尾巴这里让它连着，翻一面也是同样的方法。接下来沿着尾巴这里切到皮，这样子斜着给它一勒，就把皮去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剔下来的这个皮可不要丢了，它可是真皮的，我们来给老板做一双真皮凉拖鞋。剩下的鱼肉用刀这样子打斜片片成片，稍微片的小片一点啊，因为今天的做法不一样，
所以不能太大了。第二个就是稍微比平时煮酸菜鱼、煮火锅鱼的稍微厚一点。加清水先抓洗一次，这样子可以让鱼片更白。配菜先来切上一点莴笋，这样打斜刀切成大块，再把它立起来，这样切成泥形片。这里是提前泡发好的木耳，再来稍微的给它蘸一下四川特色的泡2荆条，来切上2个，就这样夹着。姜葱蒜片再来切上一点，调一个料汁，盐、鸡精、水、明油、淀粉、鱼片1点盐、鸡精、胡椒粉、花雕酒，一点点水，先下手抓匀抓匀的，最后来一点点红薯淀粉锁住水分就行了。锅内水开后，下入莴笋、木耳，先过一下水，焯开就可以先露出来。纯菜籽油至锅。妈妈，我切成月饼给你们吃哦。爸爸，还有我想在这里吃块月饼。谢谢。还好吃。录成油温，下入鱼片，快速的滑熟，7分熟，下入小料。炒香过后下莴笋、木耳，大火快速的拨段。冲入调好的味汁，芡汁收紧过后就可以关火出锅了。真正的是色香味俱全啊！咱们今天的溜鱼片就做好了。榛子做出的鱼片是又嫩又滑，并且它还不会碎。整道菜的口感是一个寒暄味，吃起来就是一个鲜美下饭的味道。记住，这种鱼的话只能用乌鱼来做，用其他的鱼做炒出来全部都是稀巴烂的。这溜鱼片被我炸到够，这像糊了一样。怎么会糊？这个又没有油炸的，怎么可能会糊？你闻到有糊味是不是？蚊香的味道，蚊香上面掉了一块肉，然后肉烧燃了。怎么了？哦，你要吃东西啊？好，这个鱼嫩得很，爸爸给小熊来一点鱼肉哈。还没有刺。中间的有刺，你们小心点。好吃啊！哇，好久都没吃这个溜鱼片了嘎。主要是乌鱼不好买。还是去年还是前年吃过一次？前年应该是。啊，爸爸夹，不要拉爸爸。爸爸先确定一下夹边上这种没刺的，知道吗？这次这个鱼有点大。啊，爸爸夹，快放。吃点饭，不要光吃菜。哦，爸爸夹，看来这个溜鱼片非常的成功哈，这个小孩子都抢着吃。肯定成功了，我和弟弟都喜欢吃。我们一家都特别的喜欢吃这个酸辣粉哈，每一次买一箱，要不了几天就吃完了。有时候不想煮饭，或者说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，来上一桶真的是简单又方便。这个酸辣粉它不是油炸食品，这个粉丝全部都是纯正的红薯粉丝，所以吃起来的时候口感是顺滑劲道的。料包也是有足足的6包料，醋包酸香味十足，花生的个头特别大，并且好吃。这个辣椒酱也是特别的香，不喜欢吃太辣的朋友就可以依情况少放一点。泡酸辣粉就和我们泡方便面一样的，开水冲泡几分钟就可以吃了。一桶的净含量是126.5 K， 泡好之后就是这么多，分量还是够的。平时要是吃个早餐或者是吃个夜宵的话，真的是安逸的很。这个东西就是方便，饿了的时候泡上一桶，几分钟就可以吃了，经济实惠，吃起来还多对。这个粉丝是红薯粉丝，吃起来的话特别的顺滑。太美味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吃酸辣粉，可以去告一单嘛。这样子的一箱的话有6桶，只要20多块钱，一桶的话4块钱都不到，真的是性价比很高。
俗话说，秋季补得好，冬季病痛不会找。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秋季非常滋补的鸡汤。秋天也是一个板栗丰收的季节，这个季节的板栗吃起来又粉又糯又香又甜，用板栗来炖鸡真叫一个美滋滋哈！炖鸡汤一定要选择土鸡，并且还要选择老母鸡。第一步，整成稍微大一点的块。宰好的鸡入冷水下锅，加姜葱、花雕酒。烧汤的就给它焯一下水，如果是红烧或者是干煸之类的，就直接炒，因为这个是土鸡。焯开煮3分钟，捞出来再次冲洗1次就行。先把锅润一下，我们要来把鸡肉煸炒一下，会更加的香，并且吃起来它的肉质不会松散，不会柴，还不会油腻。这个是炖鸡汤最关键的一步。下鸡肉，先用大火给它煸炒一下，稍有煸炒后来一点姜葱、干花椒、花雕酒，加清水，烧开过后打去这些浮油，下入清洗干净的板栗，少来一点底盐，烧开过后把它转入汤锅或者是砂锅里面慢慢的炖，这样炖出来的汤会更加的鲜美好喝。盖子扛起来，先炖1个小时。来几颗红枣、枸杞都先用清水泡发起。这个小朋友一天一天的大了哈，吃东西呢还是稍微比以前乖一点的。以前就是一直哭着吃。那当然了，嘎。看到没有，他特别懂享受，躺在他的怀里。鸡肉时间炖来差不多，揭开盖子，最后把枸杞放进去。和转的尝一下，看盐味够不够。吃起来是有滋有味的哈。这个板栗也全部炖得粉粉烂烂的了，稍微补一点点盐就可以关火出锅了，不用放鸡精，超级的鲜又巴适，看起来就是有滋有味。我记得15年前我在成都上班的时候，像这样子的一份板栗炖土鸡就已经是48块钱了，那个时候的话也是半只土鸡。咱们今天的板栗炖鸡汤就做好了，真的炖出来汤鲜入烂，板栗粉粉糯糯，香甜可口，鸡肉的话也是特别的鲜香。整个做法超级的简单，人人都能够学会。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着，有时间的时候呢自己试着去告一下，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撒过了。你尝尝看有没有吃过板栗炖鸡？没有。那你尝尝看。很粉很糯，我已经偷偷的尝过了。大家如果有时间，可以买那个新鲜的板栗，自己剥。这个也是新鲜板栗，只是给你剥好的而已，价格就是贵。对，这里板栗就是20块钱的2包。还要吃啊？那这爸爸也只能吃点白米饭。等一下这个鸡冷了，爸爸再给你撕哈，好不好？四鸡。你看他吃完马上他就拉我。你早上没吃饱吗？早上吃的牛肉没吃饱吗？要吃鸡肉啊，爸爸撕。哎呀，好不好吃嘛？不要摇头点头。好吃不？就吃。他就是要吃东西，他就来把你拉着。小朋友他喜欢吃和我们大人吃一样的，专门给他做的，他吃的没有这么香。